嗨，大家好，本期视频为我们推出的 Buy and Hold 系列之一，主要是介绍为什么要投资美股呢？而且投资美股为什么要选择指数呢？标普500指数以及相关的 ETF， 比如 VOO、IVV、SPY 和共同基金、标普500历史回测以及 FIRE 数据，还有在中国大陆应该如何购买标普500等等内容。首先呢，让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要投资美股。那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拥抱全球最优资产。很多新手会问，全球市场那么多，为什么偏偏要投资美股呢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、流动性最好、最具创新活力的资本市场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看巴菲特的卵巢彩票理论，也就是 Ovarian Lottery Theory。在2025年股东大会问答环节上，巴菲特在回答环节再次提及，我是在美国出生，我自己非常幸运，我们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国家，我也是很幸运的。我觉得在美国出生，这和在其他地方出生是比不上的。股神巴菲特曾多次提到一个概念，被称之为 Ovarian Lottery。这一点呢，常被形象地翻译为卵巢彩票或出生地的幸运。他认为，一个人出生在美国，就像中了卵巢彩票一样幸运，因为美国提供了优越的制度、环境和机遇。他认为自己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中奖了。也就是说，他出生在了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，一个充满机遇、鼓励资本发展的社会。巴菲特的原意呢，是强调出生地带来的先天优势，而非生理学上的理论。我们可以理解它的核心，也就是选择最具优势的市场。正如投资界的名言，到有鱼的地方钓鱼，而不要在泥坑里和猪摔跤。接着，让我们来聊一聊在全球配置中美国市场的主导地位，也就是 VT 中的美国占比。首先以全球市值最大的 ETF 之一 Vanguard Total World Stock ETF， 也就是 VT 为例，它追踪的是全球股市的整体表现。打开 VT 的持仓，你会发现目前美国市场的股票市值占比约为 60% 左右。这也就清晰地告诉我们，美国市场在全球股票市场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。即使你想要实现全球化的资产配置，美国依然是你投资组合中权重最高、最核心的部分。投资美股就是抓住了投资全球资本的龙头，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聊一聊投资美股的时候，为什么要买美股指数基金呢？这可以让我们告别择股的烦恼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首先了解了投资美股的重要性，那具体怎么投呢？是自己精挑细选个股，还是有更省心省力的方法呢？答案当然是指数基金，尤其是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而言。约翰伯格创立了先锋集团，也就是 Vanguard， 这也是指数基金的创始人。1975年呢，他推出了全球首支面向个人投资者的指数基金，就是标普500指数基金 Vanguard 500 Index Fund。这个理念呢，深刻影响了全球的投资行业。他曾经指出，通过购买指数基金，投资者可以将资金分散到每只股票上，这样呢，他们就永远不会错过股市的最大赢家。这个观点呢，也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。首先是托宾分离定理，
也就是说指数基金是最优风险资产组合。然后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，它是指指数基金获取市涨 beta 收益。最后呢是有效市场假说，可以理解为市场价格反映所有信息，普通人难以持续跑赢市场。而且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发布的 SPIVA 报告也显示，在过去15年中 90% 的美国大盘股主动基金未能跑赢标普500，在过去10年中 85% 的美国大盘股主动基金未能跑赢标普500。巴菲特在2016年的股东大会上也推荐说，低成本标普500指数基金是最佳选择。所以我们可以放弃不切实际的一夜暴富幻想，拥抱指数基金，让时间和复利成为您最好的朋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再深入了解标普500指数，它可是美国经济的晴雨表。指数基金有这么多优点，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角标普500指数 S&P 500 Index 究竟是什么呢？标普500指数由标准普尔公司编制，选择的是在美国主要交易所，比如纽交所、纳斯达克等上市的市值最高的约500家公司。它是一个市值加权指数，意味着市值越大的公司在指数中的权重也越大，更能反映市场整体的实际结构。而且呢，标普500指数并非一成不变，标准普尔公司会定期通常是每个季度对指数成分股进行审查和调整。调整标准呢，主要是依据公司的市值、流动性、财务健康状况以及行业代表性等因素。不符合标准的公司呢，会被剔除，符合标准的新公司会被纳入。对比标普500指数诞生之初的成分股和现在的成分股，你会发现时代的巨大变迁。曾经的铁路、钢铁巨头可能早已被如今的科技、医疗巨头所取代，这也正是指数自我进化、保持活力的一种体现。近些年来，像苹果、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、英伟达、特斯拉、Meta 这样的科技巨头，因为其巨大的市场和影响力，在标普500指数中占据了极高的权重，被称为科技七姐妹。它们的涨跌对指数整体表现影响巨大，这也再次证明了指数的动态性和适应性。我们投资指数基金，就是相信这个机制能够持续筛选出当下最具代表性的优秀公司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标普500的历史回测及 FAIR 数据启示。标普500指数基金的历史表现到底怎么样呢？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实现 FAIR 吗？那就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标普500的回测和 FAIR 情况，看看自从1957年3月指数推出以来的68年的回测数据。在1957年呢，如果投资1美元，至今的回报是 873.78 美元，年化回报率是 10.43%， 标准差是 14.74%。最大回撤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，回撤是 50.8%， 恢复到新高的时间是53个月。然后从成立以来，标普500指数先后经历了石油危机、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、2008年的金融危机、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2022年的高通胀等等事件。但是呢，每次都安然度过危机，创出新高。所以标普500指数一直保持长期上涨，回报是874倍，
这也是标普500长期回报年化 10% 的依据。那么对于追求 FIRE， 也就是追求财务自由、提前退休的投资者来说，过去30年标普500的安全提款率是 8.26%， 永久提款率是 7.32%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如果您有100万美元，退休后30年内每年可以安全地提取 8.26 万美元而不耗尽本金，这个数据也远超 FIRE 的 4% 法则。那么主要标普500指数基金有哪些呢？也就是 ETF 与共同基金盘点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，标普500指数基金呢分为 ETF 和共同基金，它有以下一些主流选择。首先 ETF 也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， SPDR S&P 500 ETF Trust， 历史最悠久，流动性最佳，费率是 0.09%， 适合短线交易者。然后呢是 iShares Core S&P 500 ETF IVV， 贝莱德发行，费率呢是 0.03%， 规模大，成本低。还有呢 Vanguard S&P 500 ETF VOO 是先锋集团产品，费率是 0.03%， 这也是巴菲特所推荐的，适合长期持有。接下来再看一下共同基金，都包含有 Vanguard 500 Index Fund， 它的特点呢是费率低，最低投资门槛较高。然后呢是 Fidelity 500 Index Fund， 它是由富达投资，费率竞争力比较强。接下来还有 Schwab S&P 500 Index Fund， 这个呢是嘉信理财低成本的选择。所以呢，我们推荐 VOO 或者是 IVV， 费率仅为 0.03%， 规模大，流动性好，适合定投和长期持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一看在中国市场如何购买标普500指数基金呢？中国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购买标普500指数基金。首先，场内 ETF 南方标普500 ETF，以及华夏标普500 ETF， 还有博时标普500 ETF。 还可以考虑场外连接基金，比如博时标普500 ETF 连接 A， 每日限额呢是1万元人民币。需要注意的是呢，中国市场基金费率比较高，可能有溢价和汇率波动，它的长期走势与标普500基本保持一致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出标普500指数基金是普通人实现财务自由的捷径。我们推荐选择低费率 ETF， 比如 VOO、IVV， 通过定投和长期持有，规避情绪化交易，享受复利增长。作为我们永不卖出系列的推荐标的，我们认为 Buy and Hold 是投资标普500的最好策略。行为金融研究表明，投资者容易受情绪，比如恐惧、贪婪和认知偏差，比如过度自信、锚定效应等影响，导致追涨杀跌。指数基金呢，通过定投和长期持有，强制激励性投资，可以规避行为误判。那么你对标普500指数基金还有哪些疑问？你目前在投资哪些指数基金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您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一定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